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你说这个国际关系啊，有时候真跟咱们这个街头巷尾看人吵架是一模一样的呀。就是两个壮汉在这儿互相指着鼻子骂，谁也不服谁呀。那周围呢还围着一帮各自的朋友，有的是递砖头，有的是煽风点火，眼瞅着这架就要打起来了，火药味儿那叫一个浓，空气都快点着了。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欧洲那边就上演了这么一出。这一边呢是俄罗斯，另外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两家啊，本来就因为乌克兰的事斗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个火气是蹭蹭往上涨啊，已经到了撸袖子准备动手的边缘了。导火索是啥呢？波兰这个国家啊，跳出来喊了一嗓子。根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的报道，波兰前2天跟联合国告状，说在这个9月11号那天，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到他们家领空去了。波兰说我们可没惯着他，当场就给打下了好几架，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呀。波兰指控俄罗斯这是蓄意侵犯，是赤裸裸的挑衅。这个状都告到联合国安理会了，那必须得说道啊。那北约那帮兄弟一听自家小弟被人欺负了，哪行啊，呼啦一下全围上来了。那大批的部队、先进的武器从四面八方开进波兰，美其名曰驰援东翼，说白了就是给这个波兰占场子撑腰。那俄罗斯那边呢也是个硬茬一看你这架势是想玩真的，行啊。俄罗斯扭头就跟自己的铁哥们白俄罗斯在这个边境上搞起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这演习项目听着都吓人居然还包括核决策，意思就是我们连动用核武器的流程都给演练上了，你们掂量着办。我的天哪各位想想这个画面，这一边是北约大军压境，这一边呢是俄白联军核威慑，双方的兵力都朝着波兰这个中心点涌过去，这阵仗摆的就像决一死战似的呀。这气氛紧张不紧张？那火药味足不足啊？感觉下一秒第3次世界大战就能开打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人都把这个目标投向了一个地方，联合国安理会。大家都在看都在等，想看看咱们中国在这个时候会说点啥。那在这个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咱们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站起来发言了。在说他讲了啥之前咱们先猜猜，要是换成一些脾气火爆的网友，估计会希望这个耿爽大傻直接拍桌子说点狠话，比如说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再闹我可就要管了。或者说点更刺激比如要不是我们中国拦着，这仗早打成啥样了。听着是不是特解气但是呢，真正的外交，真正的大国智慧从来都不是靠嗓门大。这个耿爽大使不急不躁，慢条斯理的讲了中国的看法。他先是指出波兰这起无人机事件说白了就是乌克兰那场危机的火星子溅出来的。然后呢，他话锋一转，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现在大家这种互相指责、调兵遣将的搞法很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判，风险非常高。最后呢，他提出了中国主张的3项基本原则。第一条，不扩大战场。这是啥意思呢？用大白话说就是我说哥几个你们要吵要闹呢，就在乌克兰那个小院子里解决，别把这个战火烧到院子外面来，更别想着把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拖下水。还有第2条，不升级冲突。这也好理解就是你们现在呢是拳脚相加，这就够了别想着动刀子，更别琢磨着掏枪，尤其是那个带核弹头的大家伙，谁也别碰，碰了大家就一起完蛋。还有第3条，不挑衅任何一方。这话是对着两边说的，你们俩都少说2句，别互相拱火了。俄罗斯你别没事就秀肌肉，北约你也别天天在人家门口晃悠，都往后呢退一步，给彼此留点空间。话说完呢就坐下了。有些人一听可能觉得是有点失望，哎呀，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嘛，就是打个圆场和稀泥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软弱既不谴责俄罗斯，也不支持北约，就说了几句场面话，这点强度能把那俩准备动手的壮汉给拉开吗？嘿，各位，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把这盘大棋给看简单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中国这几句看似平淡的话，分量比谁拍桌子都重中国恰恰只要表明自己中立的立场没有改变，就足以像一根定海神针压住各方的冲动，让他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为啥呢？别急咱们慢慢往下唠。咱们先分析一下现在欧洲的局势。确实双方都在调兵遣将，
劲儿都往一处使，看着好像不打一架都对不起买机票的钱。但是各位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尽管这个小摩擦天天有啊，这个狠话是天天放啊，军事对峙的螺旋是越拧越紧，但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北约啊，谁都没有真正的越过那条红线。就拿这次波兰无人机事件来说，波兰嘴上喊的挺凶啊，说是实质性侵犯，但是北约的反应呢，只是启动了所谓的第4条。那这个第4条是啥意思啊？它不是第5条的一方遇袭全体反击，不是吹响总进攻的号角，它更像是一个家庭内部紧急会议，就是咱们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咱们的小弟好像被人推了一把，这个事儿咋办呢？要不要动手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在政治层面啊，在各国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那根弦啊还绷着呢，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本账，都知道现在这个安全刹车还没有失灵，大家都没有真的想打。那么促使这帮已经杀红了眼的斗鸡保持克制的主要因素是啥呢？除了核武器这个终极威慑之外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这个超然般的存在。现在这个西方和俄罗斯啊都打了真火，准备连桌子都掀了。这个时候他们俩只要稍微冷静一点，一回头看见旁边那个气定神闲喝茶的中国，心里面就得咯噔一下。为啥呢？因为他们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呀，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一旦我们这边真的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那最后占最大便宜的必然是那个从头到尾没下场、没消耗，一直在旁边养精蓄锐的中国呀。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那个成语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在呢，欧洲和俄罗斯啊，就是那个鹬和蚌，而咱们中国啊，就是那个等着捞好处的渔翁。当然了，咱们可不是要主动去占谁的便宜，是这个局势啊，把咱们推到了这个渔翁的位置上。各位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北约和俄罗斯啊真的在波兰边境全面开打，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首先呢，从这个经济上看，打了好几年的俄乌战争啊，已经把欧洲和俄罗斯的家底都掏得差不多了，这双方都是资源消耗巨大，战略上是疲惫不堪。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那这个欧洲的经济啊，估计就直接崩盘了，俄罗斯也得元气大伤。那美国呢，就得拿出天文数字的预算和海量的军火，往欧洲这个无底洞里去填呀。而咱们中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参与这场冲突的联合国5常国家，咱们的工业产能是完整的呀，咱们的科技基础是稳定的，战略资源是充沛的。那等他们打完了一片废墟，谁来搞重建？谁有能力整合资源？到时候咱们的话语权啊，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呀。那其次呢，从这个战略上看，一旦欧洲战火重燃，那欧洲国家的战略重心就得被死死的定在自己家门口。什么法国、德国就别再想着往亚太地区伸手了。那美国呢，就得面临一个最头疼的问题：两线作战，欧洲那边要是跟俄罗斯死磕，亚太这边还得防着咱们。这兵力、这资源怎么分呢？他分得过来吗？到那个时候，从咱们的南海到台海，从中亚到中东，咱们的战略空间一下子就变得无比开阔啊！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呀？我想都不用我多说了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鹬蚌相争的剧本啊！而这个剧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扮演这个鹬和蚌的这两方啊，心里面都清清楚楚知道这个结局。所以啊，他们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俄罗斯不想自己被耗残了，最后让中国在远东一家独大。美国西方呢，更不想自己跟这个俄罗斯拼了个筋疲力尽。回头一看呢，发现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啊，毫发无损的成了世界老大。所以呢，只要中国保持中立，只要咱们这个最大的变量还在旁边看着，他们就不敢把这个赌注啊全部压上去。这就是中国隐形威慑的真正来源，它不是靠海外的军事基地，也不是靠核武器部署，而是靠咱们这个独一无二的战略位置和不可替代性。那现在啊，你再回头品品耿爽大使那几句平淡的话，是不是觉得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啦？咱们不需要去喊打喊杀呀，咱们只需要一遍又一遍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场合清晰的告诉全世界，我们的立场不变，我们不站队，我们主张和平。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所有参与方就必须在他们的战略计算里啊，给中国留下一个巨大的无法预测的变量。这个变量啊，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一个克制的、理性的、保持中立的中国，反而比一个卷入冲突的中国啊，更能让各方都老老实实的蹲在那儿，不敢乱来。所以啊，你就能理解啊，为啥这个西方国家总是在这个俄乌问题上
变着法儿想跟咱们碰瓷儿，想把咱们拉下水。一会儿再要说我们军援俄罗斯了，一会儿又道德绑架，说中国应该去劝劝俄罗斯。他们为啥这么干啊？就是因为他们太清楚了，中国这个局外人啊，当的太舒服了。他们被卡在乌克兰这个绞肉机里啊，天天失血，天天被消耗，而你中国呢，却在这个旁边安安稳稳的疯狂发育，这不行啊！必须得想办法把你拉下水，就算对我们更不利，也要大家一起被消耗，一起被削弱，这样才公平啊！这种想把别人拖下水的心理啊，就连这个特朗普都看明白了。你看他天天咋咋呼呼，一会儿呢要叫停冲突，一会儿呢又想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欧洲。他心里面想的其实就是让美国啊也站在咱们中国现在这个位置上，你们爱打不打，反正我们美国不玩了，我们也要当愚公。但是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啊！直到现在，美国不仅没能从里面抽身，反而是越陷越深。为啥呢？因为美国是北约的老大呀，他本身就是局内人，他想走走不了啊。这就更加凸显了咱们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是多么的有远见啊！所以说，各位朋友，真正的大国博弈啊，最高明的棋手，从来不是那个在棋盘上咋咋呼呼到处吃子的，而是那个看似沉静，每一步呢都落在关键位置，让所有对手都不得不忌惮三分的玩家。咱们中国现在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